大家猜猜我今天想干什么？熬了这么久，今天终于可以开始为我们岳父岳母修这个厕所了。说一直材料拉到这里了，一直都没动。说今天的话，我们具体怎么做？所以说今天都开始正式开工了。我自己都感觉很兴奋。来，这里这些材我全部弄开了，然后的话我就能够看得见这个厕所到底要怎么摆才能够真正的好用。因为这边的话，我计划的是一个马桶一个蹲便，一个洗浴间，所以说我看一下到底要做多大才能够真正的用得下来。然后的话要考虑那个爸妈们的那个马桶要摆在哪一个位置。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？这里有个很大的石头，所以说很难避开它。这边的话在做之前要先看清楚，要不然到处坐在中间的时候过不了路的话，那就挺麻烦的。这边的话，我计算的是这个马桶和这个蹲便住在一边，然后这个洗浴间呢往这一边放，因为这边有这个大石头，做洗浴间的时候就不影响。这边的话，我准备做那个马桶和那个蹲便，这里才能挖得下去。所以这边的话，我计划的是做到1.6米的样子，因为做的太大了话，到时候跟妈妈按那个扶手，就是他们起来就上完厕所之后，然后要起来的时候那个扶手就不怎么好安，做的太大了话。然后计划是做到1.6米，像这样子做完墙的净空有1.6米。然后这边这个淋浴间的话，我准备也是做到1.5米，因为这样子它比较大一点，因为把那个厕所和那个洗浴间分开，然后上厕所之后它就不会那么滑。然后这边的话，我计划的是总的做到3米，做到3米，做到这个位置，我能站这个位置。做到3米，那就到这里来了。我准备就是做到这一边。做这里意思是洗衣服的地方，对，洗衣服和洗浴间和马桶都在一排吗？都是这样吗？这个蹲便和这个马桶坐在一边，因为那样子的话安排水和那个下水管好安。因为这边有一个很让人头疼的问题，就是这个石头下不去那个管子是110的，所以说如果说坐在那一边的话，可能如果要2个分开的话，可能就不是很好用。然后我准备买2个。因为我们这边的话，年轻人还是用蹲便用的比较多，然后用马桶的话，就是老年人比较方便一点，但是年轻人的话还是使用那个蹲便。如果我2个坐在一起的话，以后就想用蹲便的就用蹲便，比较方便一点。这边的话，我就准备从这个位置做，然后这边的一个进深的话，就以这个柱头为准，做到1.7米的样子。然后这边这个洗浴间的话，我就准备把那个洗衣机，到时候洗衣机还是洗澡的地方，就你套在一起，这样子的话，在外面这一边，这里的话我准备多做1米出来，然后做一个位置，到时候这边走路还是说做点其他什么东西比较方便的多。然后位置站在这里的话，我看了一下，从这里过来，从这个门过来的话也比较方便的。所以说在计划当中的话就是这样子想的。还有一个再三的考虑一个问题，就是主要是妈们从这里出来的时候进厕所，从这里的话进厕所那就比较方便的多。这边的一个计划就是这样子，因为厕所摆在这边的好处的话是最佳的。所以说这边的话，我还做了另外一个计划，就是大家能看到这些材在这里，看一下这整片全是材，所以说缺少一个安全性。还有另外一个呢，像这样子堆起来看起来也太乱了，所以我接下来的话把这个厕所这边的话，我就计划做一个用水泥全部从这边把它倒起来，之后然后把这些材全部切短之后全部就是一个整体，因为下面倒了水泥之后一个整体它又不坏，然后摆起来的话它一个安全性各方面它能够方便。还有就算不堆材或者搞其他什么东西的话，它比较干净，这后面比较干净。这边的话我拉沙子来的一个计划的话，就是要把这后面全部把它硬化了，然后就不看起来它就很整洁，
到时候把这些柴火全部把它堆到这一边来。我计划的是，这边有个很堆柴有一个很理想的地方，就是这里。妈在这里已经堆了这么多了，但像它这样子堆的话，堆不了多少。说像这样子堆它堆不了多少，再说一个下雨了会打死它。所以说，我准备的是在这边，到时候那边的厕所地坪一打起来之后，然后把这里全部把这个堆柴的地方啊，全部把它硬化掉。硬化之后，这个柴也是把它切短，切到我们能够正常使用的那种长度，然后整体像这样子把它堆上去。然后在这里的话，我准备借助这个石头搭一个小的那个，用胶纸打出来，像这样子把它盖起来，这个柴就不会打湿。因为放在这里堆柴的话，有个很让我理想的一个东西就是什么呢？我们这边是厨房，那到时候拿柴的时候就可以直接从这边就可以拿进去了，在使用的时候会很方便。然后这边的话，一个硬化，这后面这个钩这些全部硬化掉的话，到时候是让我们感觉到很舒服的，像这样子的话。看一下，这里的话出来有90公分，这个水滴下来大概有90公分。我们那个头有很多以前用来放起来很多木料啊，对着那个头了，看起来一点都不整齐，然后到处都是看起来。然后我把那些有些风箔啊、打斗啊，还有一些不用的那些机器啊，这里倒好之后，那些东西就可以全部往这边堆了。然后这边的话，我准备这样子倒起来之后，它就可以起到一个防水的作用。这后面堆东西的话，全部把它硬化之后，然后它没有水再过来，然后这个木料这些啊，到时候我就用那个水泥把它全部把它固定好。你看一下这些瓶瓶罐罐的到处都是，主要这边的话到整起来的话，想象一下使用起来有多舒服。所以说我现在能想到的就是把最有安全隐患的东西先把它做了，就像这些不能用的，还是这些能用的，我们把它分类，到时候把它弄成一个整体。你看这边的话，不管什么乱七八糟的都有，还是上面那个水啊，还有你看这个稻草，在这里是真的我感觉很不安全的一个东西，稍微有一点火啊什么东西，感觉这个味道也挺重的。说把这里全部整理出来了，然后一个环境就会好很多。说接下来的话，这就是我第一步要做的一些事情，因为现在终于有自己的时间了，可以来做这些事情了。这样子整个整体出来，把这个沟倒出来。这边还有一个让我，就是说在这边整出来的话，这边将就这个厕所的这个下水管，就是那个排污管，然后就从这里过来的话，它能够形成一个整体，它也不会堵。说这边的话，因为这里挖化粪池肯定是不行的，因为大家看一下这个石头全是很大的，这个石头是很大的，而且它是连成一个整体的，所以没办法，然后只能把这边全部像这样子跟着随着这个弯过来之后，这个化粪池的话，我就准备借用之前的这个我们猪圈，这个猪圈已经塌了，然后就有一个池子，所以说从这样子下来的话，我就准备顺着这条沟这样子挖下来，把这个管子，然后接下来的话，我就准备把那个化粪池的位置摆放在这里来。这里的话，然后隔那个我们住的地方比较远，所以说它一个是没有味道，二一个的话，我们也节省很多时间。像这样子的话，这里我准备化粪池的话，可能就是计划是先放在这里，然后这边的话上面可能露起来肯定是不行的，到了后期的话，我会想办法把它盖起来，上面的话我们还可以做其他事情用，就是说上面或者说盖起来之后堆柴呀，或者说做点其他的，所以这样子的话就会方便很多。然后这每一个位置我们能够把它达到充分的利用起来。看一下，这就是以前我做的，我老妈们刚开始上来的时候，那时候没有通路，说拉材料，那你给再多钱，那个师傅他都是不愿意来的，说这个都是做了一个简易的，然后拉砖水泥是全部不来的。你看这个根本没办法使用，那个蚊子啊什么东西挺多的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为什么急着先要修这个厕所的一个原因。大家看一下，还有从那边房子那边过来的话，挺远的，然后又不卫生，
所以说接下来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正式开工修我们的厕所。